单元主要介绍网页中两个很重要常见的一个元素一个叫做超连结，一个叫图片。好，所以这整个单元里面大概分了这几个部分第一个看到的这个是超连结的部分另外呢这个是跟图片相关的这个跟图片相关的当然最后我们会有范例就是说把超连结跟图片做一个整合的一个应用好，一开始我们看到超连结跟图片呢，它的标签或者它的元素大概怎么写呢？这里要看到 A 基本上来讲就是定义超连结，图片呢最传统的就是 IMG 这个是从最开始网页的时候就有这个元素了这个标签后来呢又多定义了，后来新版的那个 HTML 又多定义了这两个东西它当然也是定义图片图表的部分也就是这个东西到时候会把这个包起来好，另外呢标题的部分又多了一个标题的部分，好，这个都是后来增加的一个元素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这边看到一个东西就是 A 这个超连结，基本上讲这个元素的超连结，它既然是超连结，所以呢一般来说会设定它要连结到哪一个页面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属性重要的属性叫 href， 所以超连结里面有一个重要属性叫 href， 这个用来设定你要连结到哪一个页面它的网址是什么另外呢第二个还有很重要的就是 target， 这个超连结里面有一个 target 这个属性呢会设定你如何开启，譬如说你是在原来的页面开启，或者开一个新的额外的页面所以由这边 target 来设定好，我们首先呢看到这两个范例这边看到两个范例有一个这边呢你会发现最基本最传统的写法它就是这样，长荣大学这个字它实际上是超连结到这个网址另外呢这边又多了一个 target一样有长荣大学所以这两个看起来很像很接近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情形像这个好，这个呢就是刚刚看到的这个范例程式嘛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执行以后呢，我们来对照这个来看会比较清楚。好，上面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指的是这个地方下面有 target 的呢，有 target 的这个就是属于下面这个好，我们看看有什么影响按这个上面以后按下去以后，它在原来的页面里面就跑出这个好如果下面这个呢，你会发现这里会开一个新视窗多一个新视窗，所以原来这边是没有影响的，就多开了这个新视窗好，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两个一个差别这个会多开一个新视窗，这个不会在原来页面里面开你要开新视窗呢，这边要设定所谓的 target， 要设定它的这个属性叫blank好当然这 target 有很多的设定的方式，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呢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可以一般来说可以去查查到比如说这里可以从这个网站去查 target他就跟你讲 target 这里这里呢可以看到里面它会 target 有什么可以设定 blank self parent top 所以它分别会得到不一样的效果好，所以这个大概是同理头可以去试一下的部分我们回到这边来看这个部分呢，我们回到简报档来看简报档再往下来看一下，除了刚刚超连结以外，我们第二个介绍的是图片的部分一样图片的部分呢，它会有什么？会有两个重要的属性，一个叫 src src 就是指的是图片是放在哪一个地方比如哪一个网站上或哪一个资料夹所以它所在路径。第二个 alt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属性万一这图片在载入的时候出状况了，譬如图片被删除了，或图片载入不到了没有办法载入正常载入图片的时候，它出现什么文字，它出现了替代文字
所以这里同样有几个范例哈，我们看到这个是最基本的哈，设它的图片是 cjcu.png 这个图片当然呢，这个图片就必须要放在跟这个网页的程式档同样的资料夹路径里面哈。万一这个图片载入失败呢，它就出现 cjcu 这个几个字另外呢，这个指的是用到本机端，你写放网页程式码那个本机端的那一边图片就放在同样的资料夹另外这个呢是属于连接到外面某个网址比如连接到 W3 School 这个网址这里面的这个图片 OK 所以这个连接到引用别的网站的图片另外呢这边就是一样的是没有正常载入的时候就出现这个文字好最后这个地方看到的还有什么？还可以设定图片的高度跟宽度好这3个范例我们就综合来看来看这个地方就看到这个地方这里就会我们看一下执行效果是什么执行效果出来就像这样 OK 这个刚刚如果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再执行一次看看好再执行一次中间这个比较慢载入，因为它从其他地方网址载进来，所以这个图片我们来对照看一下这个一样是 cjcu.png 所以同样的图片是2个一模一样，但是这个是从外部载入的如果我们对照程式码里面来看呢，对照刚刚网页，这里没有写 images 如果注意到的话这边有多一个 images， 这多一个 image， 但是这边没有这里没有 images， 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在这边的时候特别把图片呢集中管理，所以呢，你看一下这个 page 5这个 HTML 这个程式档呢，网页程式档在这里，但是它的图片是放在它 CH6 里面的 images 底下的 CJCU， 要放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因为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就要加一个资料夹名称。所以你看，再加一个资料夹名称，大概是这样做法当然，如果你把这个图片拿到外面来，比如说把这个图片拿到外面来，它就不需要加了OK， 这里设高度宽度，大概是这样设好，我们回到这边来看往下来看一下，好，接下来呢 ，figure 这个呢，这个。主要它这个元素通常会包含 img 跟这个图片的标题大概包含这2个部分比如像这个，当然第一种最简单的它是包含只有figure 直接包含 img 而已这跟刚刚的写法其实很像好但是这个呢，这包含了3个，所以这个就包含这3个，这是可以的可以这样做的好，我们实际用例子来看用这例子来看，这个例子大概可能要从第这一页把这个大概是范例把它完整写出来，大概会像这个样子好，我们直接用这边来看，好，7之1呢就指的是上面这一块指的这个地方，对，好，这里要执行出来会变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图片下面有个长荣大学，这个是它标题。这个是图片的部分，图片的部分底下有个标题，有没有？这里就看到的标题，这是图片，这是标题，下面这是标题，上面这个图片，大概是这样的差别好，所以这看起来其实原来这个写法跟单独的时候其实差不了太多就是说跟刚刚这个写法差不了太多，感受不太到，但是它们2个是一体的东西，因为被这个包起来。所以我到时候可以利用这个设定这边样式的时候，在教样式的时候，可以设定这边譬如边框或者它的背景的颜色，或者它圆弧状之类的可以设这个样式，就可以这2个全部都会被包起来好再看第2个第2个就是这个包了3个，同时还要讲一个标题，也就是说这3张图片呢都由这个人所提供的
类似这样的概念好，就图出来就会变这样。OK，如果当然缩小一点，它就变这样。它刚刚放的比较大。OK，所以这几张图呢，都是由这个人K 谢曲所提供。当然这个你可以放超连结，你按下去以后，原来是由这边所提供，大概是这样。这几张图就大概是类似把它写在一起，所以就可以3个图就是由这个人提供所以这个是 figure 的一个好处在这个地方有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再看这个A 跟超连结跟图片结合。我们刚刚是图片是图片，超连结是超连结。一开始先介绍超连结嘛超连结，后来要介绍图片。好这两个怎么结合呢？这一边主要结合是利用图片当做超连结的效果，也就是说我点选图片就会连结去某个网站。我们看刚刚这个刚刚其实还是用超连结，这3个图片是3个图片，2个不相关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图片按过去是某一个网址，第2个图片是另外一个网址，这是第3个网址，是可以的所以在这边所要教的部分它是利用图片做超连结。我们直接看程式嘛程式的部分大概这样子好这个效果呢就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就得到这个图片，对不对？利用这张图片当超连结，所以你看滑鼠放过来的时候，它就变一个手的图案，有没有？放过来变成手的图案，表示这边是可以按的下面有出现超连结的网址如果注意看下面 ，OK 按下去以后，真的它就跑到这个网址来了所以大概是整个这个作用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图片哪一张图片所以从这里到这里是一个图片的部分 ，OK 但是超连结就会写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超连结会包着图片，把图片包起来超连结的网址就写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一单元主要的部分介绍到这边。